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完成了一整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分别有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下跌的 K 线。悟空阴线呢源自于震荡或者反弹行情，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意味着下跌趋势的开始。那悟空阴线起源于被压制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的阴线源自于震荡和反弹。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当中走出了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呢，走到唐僧阴线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成。那通过合并 K 线看到的这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按照 K 线西游战法，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就有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那么回顾本轮行情的反弹过程，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反弹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悟空阳线和8戒阳线组，上方有希望出现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但是上方呢，我们看到小时线这个位置上有11440均线和169均线共同形成了一个压力线，同时呢，这个位置上在27000点附近也是箱体下边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区域，上方再往上一点就可以看到由波峰连线构成了位于$27500的一个压力。目前对于反弹来说，压力重重，箱体下边线的压力144均线、169均线，在小时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压力和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7500形成了3座大山目前在反弹过程当中，虽然有小时线级别反弹需求，但是3座大山压制下，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在反弹结束之后，仍然有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美股的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正在走的是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往下走的话，就可能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唐僧阴线。因此，目前比特币正在同步美股出现下跌趋势，反弹目前的时间级别仅仅是小时线级别，小时线级别反弹结束之后大概率会出现接力式的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可能把这个时间级别再次放大到什么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是放大到周线级别。本轮的反弹行情，我们看到是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反弹过程。那么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这个下跌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下跌的幅度并不大，从高点到低点，我们测量一下，大概是在我们测一下从高点到低点大概是在15%左右的下跌这个幅度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过程。但目前时间点是5月中旬，我认为在7月中旬会调整结束，最终呢出现一个低点，这个低点是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那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是与周线级别上涨相互对应的，所以呢风险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完全释放掉因此呢，对于多头和现货的参与者来说，目前虽然是可以开始建仓的时间点，但是一定不要操之过急，在单点上把所有仓位都 all in 进去。好的方法是耐心等待它调整震荡结束之后这轮下跌呢是有可能做出周线级别下跌的，在周线级别下跌的过程当中，逐渐把仓位夯实进去。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下方呢是存在一定支撑的，这条支撑线呢在$25000，是由前面行情当中震荡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构成的。同时呢，$25000也是未来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支撑线上移之后，同 K 线可能交汇的一个地方一个位置。那再往下走呢，最终可能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支撑位，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起源于2020年8月份8月份的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线的这条支撑线延长过来之后在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上在23000点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因此呢，本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位给出了就是在$25000到$23000这样的一个区间上。如果再往下跌就是超跌了所以呢，耐心等待行情到达我们狙击区间再把仓位做实才是未来4年一个牛熊嘛，未来2年一定是牛市，未来牛市能够获得趋势上利润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以太坊略强势于美股，它的这轮行情下跌过程走出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还没有完全走出唐僧阴线。那么比特币啊是走完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唐僧阴线已经走出来了，虽然是一个插针，但是比特币的唐僧阴线已经走出来了，但是这个位置以太坊没有完全走出来。以太坊的强势在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以太坊是略强势于比特币的，但是它的下跌趋势没有完全释放掉。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啊，下方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600。同时呢，$1600也是以太坊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就这条支撑位来说，前面行情当中在3月初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以太坊在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就曾出现过一轮极端的反弹结构。那么走到这里1800点，我认为价格仍然有点虚高。那么行情逐渐 K 线和144均线交汇之后啊，才是我们可以开始购买以太坊现货或者布局多单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支撑线的技术方面的一个支撑位啊。那这轮行情当中最热门的币种是 PEP 啊，是某某币的一个代表币种、龙头币种。这轮行情它的调整深度非常深啊，最高调整幅度达到80%啊，接近80%。调整之后呢，我们就在前天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认为这个区域上会出现反弹。那么这条区域呢，就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就是反弹容易发生的区域。我们看到啊，在焦点位开始启动了它的反弹行情，最大反弹幅度超过80%达到了93%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啊，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线。特别是绿色线的小日线级别169均线构成了位于0.5019附近的一个压力。目前对于 PEP 来说走势疲软，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做空的只要不攻破上方高点0.5021附近就是可以做空的。那么下跌趋势它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原因是比特币和以太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反弹不构成反转。虽然 PEP 是一个强势币种，在暴力下跌80%之后快速反弹90%，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反弹不构成反转，它仍然有下跌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调整之后呢，发生了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过程当中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和沙僧阴线。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没有完全走完。我们认为一轮行情往往会出现时间级别对称的方向不同的一个上涨和下跌过程。前方有日线级别上涨，那这个位置上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概率就是很高。那么行情走到5月11日的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沙僧阴线，然后阳线突然将沙僧阴线斩杀掉但是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沙僧阴线它的势力范围依旧影响着下跌趋势影响着行情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因此呢，我们判断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戒阴线走出来了，沙僧阴线这个位置上出现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空头趋势的判断。因此呢，当 PEP 完成它的反弹之后，并且呢处在小时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带的情况下，行情依然容易出现继续下跌。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唐僧阴线最终可能会出现，那么调整的目标位呢是在0.608左右在这个位置上才是再次建仓抄底的一个位置。原因是在行情当中走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可能会出现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小日线级别144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这个位置上是不易建仓、不易追击多头的。那么这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UNI 率先跌破了一个筹码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从22年7月份几乎长达1年的时间，差2个月嘛，长达1年的时间到这个位置上被跌破了。跌破之后呢，我认为 UNI 作为一个次主流币种，
啊，它属于一个平台币啊，类似 DYDX 的一个 DeFi 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那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进入了可投资的一个区域，和我们前2天说的啊 PEP 一样啊，和刚才我们说的 PEP 一样的是啊，它的这个结构上，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破的行为，跌破之后，在下方是一个可投资的一个黑洞的一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呢可以理解成黄金坑，可以理解成黑洞。那么到达这个底部区域之后，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看啊这个压力线啊，这2条线都构成压力线了，因为跌下来了嘛啊，跌下来之后啊，在底部形成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底部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就是超级主力庄家收集筹码的一个结构性的位置。那么在未来黄金坑出现之后，还会从焦点后方发生上行动作，最终呢形成新的一轮牛市。那在牛市行情当中啊，我认为 UNI 下一轮行情的目标点位是在$100之上，因为上轮行情我们看到是在$45左右出现了一个高点。那么一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从低点到高点往往是20倍左右。那么 UNI 保守估计从它的低点，假如说是$4到它高点啊，我认为也是20倍以上啊，起码会到达$100。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 K 线西欧战法，感谢大家，再见。